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痛风一旦发作起来呢，简直会让人痛苦不已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。那在痛风发作时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呢？我给大家呢推荐几个好方法。第一个，冰敷。一般痛风发作时，痛风的部位呢就会出现肿胀疼痛，这时我们可以将冰袋放到疼痛的部位，以此来缓解疼痛。第二个，大量喝水。大量喝水能够增加排尿量，使多余的尿酸排出体外的作用，从而呢就能够很好的稀释尿酸，这对于缓解疼痛也有一定的帮助。第三个，及时服用止疼药。当疼痛难忍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止疼药来缓解疼痛，但一定要注意用量，以免药物产生副作用，给身体带来其他的伤害。第四个，将疼痛的部位抬高。那这种方法呀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。那当你痛风发作的时候，不妨尝试以上这些办法来缓解疼痛。另外，生活中也要注意饮食等问题，以免痛风反复发作哦。说到保养身体，看到最多的可能就是用枸杞泡水喝了。其实啊，除了枸杞，黄芪呢也是很不错的。黄芪有很多的作用，经常泡水喝能帮助补气养血，还能增强免疫力。不过黄芪单独作战，还不如和别的食材搭配一起用，这样效果会翻倍哦。黄芪可以和玉米须搭配。玉米须往往被人们忽略，其实玉米须有很好的利尿消肿、疏肝利胆的作用。如果将黄芪和玉米须一起煮水喝，能够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去除湿气的作用。冬天了，是进补的好时机，那大家不妨试试。说到保养身体，看到最多的可能就是用枸杞泡水喝了。其实啊，除了枸杞，黄芪呢也是很不错的。黄芪有很多的作用，经常泡水喝能帮助补气养血，还能增强免疫力。不过黄芪单独作战，还不如和别的食材搭配一起用，这样效果会翻倍哦。黄芪可以和玉米须搭配。玉米须往往被人们忽略，其实玉米须有很好的利尿消肿、疏肝利胆的作用。如果将黄芪和玉米须一起煮水喝，能够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去除湿气的作用。冬天了，是进补的好时机，那大家不妨试试这个小方法。甲状腺结节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大多和饮食、情绪等有关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不妨常吃3种3节食物吧。第一种，芋头。芋头很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。那经常吃不仅可以预防便秘，还有化瘀散结的作用，对甲状腺健康有利。第二种，黄瓜。黄瓜是生活中常吃的，黄瓜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维生素和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。那经常吃一些黄瓜，也能够帮助改善甲状腺结节。第三种，冬瓜。冬瓜含有很多水分、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那冬天呢很适合吃冬瓜，多吃些冬瓜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哦。甲状腺结节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大多和饮食、情绪等有关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不妨常吃3种3节食物吧。第一种，芋头。芋头很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。那经常吃不仅可以预防便秘，还有化瘀散结的作用，对甲状腺健康有利。第二种，黄瓜。黄瓜是生活中常吃的，黄瓜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维生素和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。那经常吃一些黄瓜，也能够帮助改善甲状腺结节。第三种，冬瓜。冬瓜含有很多水分、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那冬天呢很适合吃冬瓜，多吃些冬瓜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哦。经常对着电脑低头玩手机的人，是不是出现过肩膀疼痛的情况呢？有时疼的影响工作和睡眠，如果这样放着不管，时间长了很可能会发展成肩周炎。那今天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疼痛，预防肩周炎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握拳，手臂向身体两侧伸直，然后双手一起向前，让双手相互的对击
再返回，这样反复对击100下。如果做不到100下，可以呢循序渐进的做，慢慢的增加次数。那这个动作可以疏通经络，畅通肩部气血，还能够锻炼肩膀，能帮助缓解肩膀疼痛，预防肩周炎。经常久坐不动的人可以多做一做，对身体有好处哦。黄芪营养价值很高，大家都知道有很好的滋补气血的作用。女性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其实黄芪还可以和其他的一些食材一起搭配着用，补气养血的效果会更好。第一个，玫瑰花。玫瑰花对女性来说有很好的活血化瘀、美容养颜的效果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能够滋养子宫。而黄芪呢有排毒、补气养血的作用，那将它们一起泡水喝，效果会更好，帮你恢复好气色哦。第二个，葛根。葛根对女性也有很大好处，葛根中含有丰富的植物雌激素，有保护卵巢和子宫的作用，而且还能够促进气血运行，帮助身体排毒。将黄芪和葛根一起泡水喝，也有气血双补。现在的人都有一个习惯，喜欢熬夜，不管是工作加班也好，还是打游戏追剧也好，如果长时间超过11点不睡觉，身体可能会有3个改变。若你出现了，那就不要再熬夜了。第一个，内分泌失调。晚上休息的好，身体也能够得到休整，但如果经常熬夜，身体内的激素分泌就会出现问题，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情况，这样也会让人衰老得很快。第二个，黑眼圈。经常熬夜的你，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严重黑眼圈，并且眼睛里还有红血丝，那么就不要再熬夜了，这样不仅会伤害眼睛，对身体也有很大伤害。第三个，反应迟钝。如果前一天熬夜，那么第二天就会显得没有精神，时间长了还会出现反应迟钝、记忆力下降的情况。如果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也不要再熬夜了。肺经主管我们的精气神，能给心情排毒。像女性朋友经常生气，就可以敲敲肺经。那肺经的位置呢很好找，我们可以将手臂伸直，掌心朝上，然后从锁骨下面开始，沿着手臂外侧一直到大拇指的少商穴，这一段呢就是肺经了。我们可以将手握成拳，从上往下的敲打，可以重点的敲打一下锁骨下面的云门穴和中府穴。因为当人生气时，气就憋在那里，宣发不出去。那敲打这里可以让气发出去，而且呢还能够帮助疏通经络，排出肺部浊气。如果你肺气不足，经常感觉胸闷气短，也可以呢敲打肺经，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哦。子宫是女性孕育生命的地方，所以一定要注重保养。建议女性朋友平时多吃护宫食物，少吃寒凉食物，对子宫健康有帮助。那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吧。第一种，红糖姜茶。红糖姜茶有很好的暖宫驱寒的作用，同时还能够补气血。女性朋友经常喝，还能够帮助缓解痛经，有保护子宫的作用。第二种，无花果。无花果呢很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、果酸、多糖和微量元素锌。尤其是锌元素可以转化为雌激素，对子宫和卵巢有保护作用，所以女性朋友也可以多吃一些无花果。得了，今天就唠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，拜拜。